许多人每天坚持走上1万步，却发现血糖不降反升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举个例子，老张每天晚餐后咬牙健走1万步，本以为这样能把血糖走下来，但几个月下来，他的血糖值还是高高在上。难道运动也会骗人吗？为什么付出了汗水，血糖却不领情？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揭露这个无效运动的真相。原来关键不在于你走了多少步，而在于运动的方法和时机是否精准启动了身体的吸糖开关。自从日行万步的概念兴起以来，许多人把每天1万步当作健康金科玉律。走路的确是很好的运动，但你可能不知道，1万步这个数字当初只是流行的口号，未必人人适合生效。更何况对于控制血糖来说，运动的窍门远不止步数那么简单。1960年代，日本一家计步器公司为了促销，在东京奥运前夕提出每日1万步的口号，推出了名为万步计的产品。因为日文的万字很像一个人行走的姿态，广告词朗朗上口，于是日行万步便广为流传。然而这只是行销手段，当时并无严格的科学依据。近年的研究指出，每天走到7-8千步，其实就能达到大部分走路运动的健康益处，并非一定要满1万步不可。所以对一般人而言，走路固然越多越好，但也不必太迷信那个数字。早在古代就有饭后100步走，活到99的谚语，强调的是饭后适当走动有益长寿。事实上，现代科学证实，别说100步，只要饭后走上2分钟，都能对血糖产生惊人的正面影响。仅仅2分钟就能精准启动身体的吸糖开关，听起来不可思议吗？其实一点也不神秘。我们的身体调节血糖，就像门锁与钥匙的游戏，胰岛素是钥匙，细胞上的受体是门锁，葡萄糖则是想进门提供能量的客人。正常情况下，胰岛素钥匙打开细胞之门，葡萄糖乖乖进入细胞，被肌肉和器官利用燃烧，血液中的血糖浓度就降下来了。但对第2型糖尿病患者或胰岛素阻抗的人来说，这把钥匙可能生了锈，或者锁头出了问题，胰岛素打不开细胞的大门，葡萄糖就只能堵在血管里，血糖越积越高。让我们把血糖调节想象成一场攻城战，餐后葡萄糖就像一批批士兵涌入血管，要进入细胞这座城池。但是细胞的城门紧闭，需要胰岛素这位开门官来开锁。一个健康人体内，胰岛素官员准时出动，城门大开，葡萄糖士兵有序进城，被运往肌肉和肝脏仓库存放，战事平安落幕。但在胰岛素无力开门的情况下，例如老张的身体，葡萄糖士兵被堵在城外血液里，他们找不到出口，只能越积越多，在血管里滞留，造成高血糖。就像城外塞满了无法进城的队伍，城内的细胞却因缺乏能源而饥饿。这时候援军出现了，肌肉这支部队一旦接到运动的号令，就冲向城门。他们不需要钥匙，干脆在城墙上打开几道缺口，让葡萄糖士兵源源不绝从侧门涌入细胞。细胞终于得到了能源，葡萄糖军队也不再滞留血中，血糖因此回降。可以说，每次运动就是肌肉替代胰岛素，帮忙葡萄糖找到了归宿。身体里的这场攻城战，最终因肌肉的参与而化险为夷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在血糖调节这件事上，肌肉就是你的第2胰岛素。现代医学研究也印证了上述比喻的真实性。人体在饭后大约有将近 80% 的葡萄糖是由肌肉细胞吸收利用。如果肌肉细胞不敏感或数量不足，就好比 80% 的城门打不开，血糖想不累积都难。而调查显示，第2型糖尿病患者肌肉细胞对葡萄糖的吸收率只有健康人的不到1半，因此他们吃进去的糖有很大一部分无法被肌肉处理掉，只好长期滞留在血液中肆虐，损伤身体各处。这也是为什么糖尿病会导致全身多重并发症的原因之一。过多的糖在血液里到处乱撞，血管、神经、器官都受到伤害。如果能够透过运动提高肌肉对糖分的吸收率，把那失去的1半能力夺回来，对稳定血糖将产生巨大的作用。更棒的是，运动带来的好处不仅止于运动当下，
在运动之后数小时内，肌肉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会明显提高，这种效应可持续一整天甚至更久。换句话说，只要你每天动一动，你的身体就一直处于一个胰岛素效率更高的状态，不容易出现骤升骤降的血糖波动。这也是许多固定运动的人发现自己整天的血糖都比以往平稳，疲劳感也减轻的原因。运动就像在身体里安装了一个长效的稳糖程式，让你的代谢系统保持在较佳的运作状态。对糖尿病患者来说，这实在是受益良多。那么有没有不靠胰岛素也能开门的办法呢？答案就是运动。当肌肉开始收缩运动时，仿佛启动了另一组开门机制，不需要胰岛素参与，也能把细胞的大门打开一道缝。肌肉会像干渴的海绵一样，主动吸收血液中的葡萄糖，将其当作燃料燃烧。这就是所谓身体吸糖开关的原理，透过肌肉运动来大幅降低血糖。不仅如此，运动还能提高胰岛素敏感度，让之后胰岛素钥匙开门更有效率。因此，运动对控糖可说是一箭双雕，即刻消耗血糖，还改善胰岛素作用。既然运动有这么神奇的降糖效应，老张为什么走了1万步，血糖却没有降下来呢？问题出在运动方式的不对症。首先，运动强度和持续时间很重要。医师们指出，我们的身体可不是计步器，而更像一个感应器，只对持续稳定的运动讯号有反应。如果老张的1万步是零零碎碎、走走停停凑出来的，那身体还来不及启动燃烧程序，降糖效果就有限。相反地，只要连续走上15分钟以上，身体的代谢开关就会被打开，开始动员肌肉消耗葡萄糖。也就是说，宁可每天连续快走10分钟，也比碎片化的走上1万步来得有效。步数多寡不是唯一，关键在于持续性和运动强度。其次，运动的时机也很关键。很多人习惯一天当中选一个时间大量运动，比如每天睡前绕操场走很久。然而研究显示，餐后1至1个半小时内运动降血糖效果最佳，因为此时血糖正在高峰，肌肉能就地取材，优先把吃进来的糖分消耗掉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想控制饭后的血糖上升，最佳策略就是在饭后不久活动一下，而不是隔好几个小时才运动。老张虽然选在晚餐后走路，算是踩对了一部分节奏，但也许他吃完马上激烈运动，反而影响消化，引发压力。荷尔蒙上升，短时间内让血糖更高，对部分体能较差或使用胰岛素的糖友来说，过于剧烈或过长时间的运动都可能造成血糖波动，这也是需要避免的。无效运动，真正有效的运动，讲求的是恰到好处。在血糖飙升时适度活动，既不过度劳累，也不完全不动。最后一点，也是老张最容易忽略的肌肉参与度。他每天快走固然是运动，但如果缺乏针对肌群的锻炼，身上的肌肉量不见增加，那么吸收糖分的海绵还是那么小，再怎么走，能储存燃烧的糖也有限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人的肌肉量本来就在下降，特别是许多中老年糖友，看起来体重正常，甚至瘦瘦的，但其实肌肉所剩不多，体内都是隐形脂肪。这种情况下，光靠走路消耗热量，效果不如增加肌肉来得直接。肌肉就像身体的糖库，当你锻炼肌肉，增加肌肉量，相当于扩建了一座更大的糖分仓库，能够储存更多葡萄糖。因此，控糖不能只顾燃烧，不顾存储，增强肌肉，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身体处理血糖的能力。老张陷入了无效运动的陷阱，正是因为他只追求步数，没注意到运动强度、时机和肌肉锻炼这些关键要素。也许你会问，究竟要怎么运动才算足够呢？国际上的糖尿病照护指引建议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，例如快走、骑脚踏车、游泳等，以及至少2次肌力训练，例如重量训练或阻力运动。换算下来，大约是1周5天，每天快走半小时，加上每周2天做些深蹲、仰卧起坐、伏地挺身之类的肌肉训练，这样的运动量能明显改善血糖控制与心血管健康。然而现实是，许多人因为工作繁忙或身体因素，很难一步到位达成这个完美运动量。
如果要求太高，反而容易半途而废。所以我们才提倡灵活运用碎片时间，把运动拆成多段，只要持续累积，每一次的小运动都在为你的健康储值。别忘了，零碎的10分钟加起来也胜过0分钟。例如上下班提早一站下车，用步行代替，改爬楼梯不乘电梯，每隔一段时间就起身活动伸展一下，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改变都能累积出惊人的健康效益。搞清楚问题所在，我们就能对症下药。既然饭后是控糖的黄金时间，但许多人饭后可能没空出门常走，那么有没有更省时有效的做法？答案就是餐后微运动。这里要介绍一个概念，叫 Nagara。 运动日文 Nagara 意为一边一边，简单说就是在日常琐事的同时顺便做的简易运动。与其饭后傻坐着滑手机，我们不妨利用饭后宝贵的几分钟进行Nagara 微运动。它的核心观念是餐后不空等，边做别的事边动起来，让身体提前进入耗糖模式。不要小看这几分钟的小动作，累积起来威力惊人。2021年发表在国际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甚至指出，比起每天一次连走30分钟，把运动分散到饭后进行，每次饭后走路2到10分钟，对降低血糖更加有效。也就是说，把运动时段切片嵌入每餐之后，反而胜过一次性的长时间运动，身体会更乐于抓住每次饭后的小机会来处理糖分。这项发现充分证明了餐后即刻动一动的价值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运动的形式并不限定于走路或深蹲这些，我们强调这几招，主要因为它们简单，不受场地限制，易于融入日常。然而，任何你喜欢并能坚持的运动，都可以成为控糖利器。无论是跳舞、骑单车、游泳，还是打太极拳、做瑜伽，只要让身体动起来，达到一定心跳强度并持续足够时间，就有助于降低血糖。选择自己热爱的运动，更容易长久维持下去。运动不该是苦差事，而可以是一件充满乐趣的生活方式。只要动起来，你喜欢的方式都是好方式。这里再举个生活化的例子，阿明和阿华是同事，中午都爱吃一大碗卤肉饭。阿明吃完饭就坐着刷手机，阿华则习惯饭后绕着办公室走5分钟。长此以往，会有差别吗？答案是有。假设两人原本的饭后血糖都会飙升到180上下，但阿华因为每次饭后都动一动，他的血糖曲线可能只升到150就缓缓下降。阿明则坐着不动，血糖飙到180甚至200才慢慢降，一天高个几十，短期内感觉不到。可1年下来，阿明可能就因此多出了糖化血色素 0.5% 甚至 1% 的差距。别小看这 0.5%， 这可能是从糖尿病前期恶化成糖尿病的临界差异。阿华透过每天的小步走，硬是把自己维持在安全线内，而阿明则离疾病更近了一步。到了午后，阿明昏昏欲睡，阿华则精力较充沛，这也是血糖平稳带来的好处之一。可见，小小的习惯差异，日积月累会造成健康上的天壤之别。你想成为哪一种人呢？相信答案不言而喻。第一招就是踮脚尖，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而且几乎随时随地可以进行。双脚与肩同宽站立，手可以扶着桌椅以保持平衡，然后脚跟慢慢抬起，踮起脚尖，接着放下还原。如此反复踮脚跟，抬起，放下，就像小孩子踮起脚尖偷看桌上东西一样。别小看这个踮脚尖的动作，它锻炼的是小腿后方的比目鱼肌。比目鱼肌虽然只占体重约 1%， 却被科学家称为血糖控制的秘密武器。最新研究发现，启动这块肌肉可以大幅提高身体对血糖的处理能力。有人体实验让受试者坐在椅子上不断做踮脚跟的动作，结果显示他们饭后的血糖上升幅度明显降低，最大降幅接近 58%。 也就是说，只靠这种微不足道的抬脚跟运动，就让血糖反应减半，效果甚至比饭后散步还好。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，但其实道理很简单。比目鱼肌具有惊人的耐力和氧化代谢能力，缓慢而持续的收缩时，特别擅长燃烧血液中的葡萄糖和脂肪酸。对于久坐的人而言，
启动这块肌肉更是意义重大，因为它平时几乎处在休眠状态，一旦唤醒，就如同打开了一个沉睡的糖分黑洞，源源不绝地吸收能量。当然，需要提醒的是，单靠踮脚尖运动并不能取代所有治疗，但作为饭后控糖的小技巧，绝对物超所值。踮脚尖这一招适合各种年龄的人，饭后站在原地就能做。你也可以一边洗碗刷牙一边踮脚尖，或等公车排队时偷偷点几下。如果要更有计划的训练，可以采用30-30-30法则，每组连续踮脚跟约30下，约半分钟，休息30秒，如此重复3组，依据自身体能调整次数即可，不必勉强。每天饭后都做几组踮脚尖，循序渐进，你会发现小腿越来越有劲。小腿有第二心脏支撑，经常练习踮脚尖，不仅控糖，在促进下肢血液循环，防止静脉曲张等方面也有加分效果。最重要的是，当你踮起脚尖的那几分钟，你的小腿肌肉正在默默帮你燃烧热量，稳定血糖。第二招是坐姿抬腿。很多人饭后要坐着办公或休息，这时完全可以在椅子上做点小运动。坐姿抬腿的做法非常简单，坐在椅子上，确保腰背挺直，有椅背支撑，双手扶着椅子两侧，然后将右脚抬起伸直，膝盖打直，抬高到小腿平行地面，稍微停顿1秒，感觉大腿前侧用力，然后放下右脚，接着换左脚，以同样方式抬腿。就这样左右脚交替抬起放下，建议每条腿连续抬腿10下为一组，一口气做完左右各10下后休息半分钟，然后再进行下一组。根据自己的体能，可以尝试做2到3组。这个动作强度不高，胜在简单易行，贵在持之以恒。若你觉得坐着抬腿太轻松，也可以改成站立原地抬膝，像踏步走般把膝盖抬高至水平，或加快动作速度，让心跳稍微加快，达到一点有氧运动的效果。如果体能许可，也可以双腿同时抬起伸直，再一起放下。这个动作主要锻炼我们的大腿骨四头肌和髋部屈肌，对下肢肌力很有帮助。许多年长者腿脚无力，就是因为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严重流失。透过坐姿抬腿，在不增加膝关节负担的情况下，就能强化腿部肌肉，让你站起来更稳，走路不容易跌倒。对血糖而言，大腿可是身体最大的耗能肌群之一，腿部肌肉一收缩，相当于一台大马力引擎开始啃咬葡萄糖。你或许不会流汗，但其实身体已经在默默消耗饭后摄取的糖分了。因此，坐姿抬腿既能预防肌少症，还能协助饭后降血糖，一举两得。建议每餐后找个舒服的椅子坐下来做2-3分钟抬腿运动，可以一边看电视或和人聊天一边做，每抬一次腿就相当于为自己的血糖账户偿还一点欠债。日积月累，你会发现腿劲变强了，血糖也慢慢稳定下来。第3招是肩胛骨夹脊，这招主要活动上半身肌肉。很多人一吃完就瘫在椅子上滑手机看电视，容易含胸驼背。肩胛骨夹脊动作可以纠正你的姿势，同时让上半身也参与热量消耗。做法站或坐皆可。首先放下手机，抬头挺胸，想象自己背后的2片肩胛骨中间夹着一支铅笔，试着用力夹紧它，也就是将左右肩往后挤压靠拢，使肩胛骨往中线收拢。夹紧时胸口自然打开，停留2秒，然后放松肩膀还原。如此重复10几下，建议每次夹挤15下左右算一组，感觉上背微微酸胀即可，休息片刻再进行下一组。可视情况做2到3组。你甚至可以一边散步一边做肩胛骨夹挤，边走边扩胸，让全身都活动起来，效果更佳。你会感觉背部发热，那是菱形肌、斜方肌等上背部肌群在发力。别以为只有跑跳才能消耗热量，其实伸展挤压这样的小动作也会动员不少肌肉，一样在燃烧卡路里呢。更何况肩胛骨夹挤有助于改善长期驼背紧绷的肌肉状态，让你呼吸更顺畅，心情更放松。压力荷尔蒙高也会干扰血糖，所以饭后做点舒展动作，深呼吸，有助于平抑压力反应。当你感觉背部的肌肉慢慢有力，姿态变端正时，你的代谢循环也在悄悄变好。
肩胛骨夹脊这招动作温和，不会让你心跳加速，非常适合饭后马上做，不必担心影响肠胃消化。可以说，它既是个燃脂小动作，也是个养生伸展操。上半身肌肉的参与，能提高全身的热量消耗比例。虽然效果不像腿部运动那么直接明显，但重在长期坚持。养成饭后挺身收肩的习惯，总比懒洋洋瘫着强，对你的脊椎健康和血糖控制都有加分。第4招被称为终极武器，也就是渐进式深蹲。深蹲可谓训练全身的大师级动作，尤其对下半身最为有效。人体最大的几块肌肉群骨，四头肌、臀大肌、腘绳肌等，全在一次深蹲中被调动起来。想要大量消耗葡萄糖，深蹲绝对是不二法门。当然，很多人一听到深蹲，就联想到年轻小伙子在健身房练腿，觉得自己年纪大了，膝盖不好，做不了这么猛的动作。其实，渐进式深蹲正是一种为中高龄和初学者设计的改良版深蹲。我们来拆解一下它的要领。渐进式的重点在动作放慢且可逐步加强，你并不需要负重，也不需要蹲到腿发抖力竭。刚开始做哪怕半蹲几下都可以，重在掌握正确姿势并持之以恒。标准的渐进式深蹲分成几个步骤。首先，站姿预备，双脚开立，略比肩宽，脚尖稍微向外开，双手可以向前平举保持平衡，或者轻扶椅背做辅助。接着开始下蹲，缓慢地弯曲膝关节和髋关节，就像要坐到椅子上一样，将臀部向后下方移动，用大约5秒的时间，从站姿慢慢蹲至大腿与地面平行的位置。如果一开始做不到平行也没关系，量力而为，能蹲多低蹲多低。到了最低点之后，停留1到2秒，感受腿部肌肉紧绷发力，然后不借助反弹，靠腿部肌肉的力量起身回到站姿。从开始下蹲到站起，大约花费7秒左右的时间，一个完整的深蹲就完成了。全程动作都放慢控制，不要一屁股坠下又弹起，这样才能让肌肉长时间受力。在动作过程中，要注意膝盖不要内扣，脚跟不要离地，膝关节弯曲时大腿与脚尖方向一致，避免增加关节压力。保持抬头挺胸，背部自然伸直，目视前方，这样可以减少腰椎负担并帮助维持平衡。刚开始练习深蹲时，建议在身后放一张椅子做保护，也称为椅姿深蹲。椅姿能让你在实在无力时随时坐下休息，增加安全感。你也可以干脆坐在椅子上再站起，反复坐下起立，也是对腿部很好的练习。这其实是许多复健科医师教长者训练下肢的经典动作。当然，如果需要，也可以双手扶着椅背或桌沿，辅助维持平衡，减轻膝盖压力。对于腿力非常差的银发族，刚开始可能连站起来都吃力，那就从半蹲或只做站起的动作开始，只要每天比前一天多做一点点，就是进步。膝关节不好的人可以缩小下蹲幅度，或只做站起的部分，不勉强深蹲到太低，慢慢练习还是能逐渐增强腿力。如果有退化性关节炎或换人工关节等情况，务必要先咨询专业医师或复健师，再决定深蹲的适合程度。等到有了一定基础，就可以慢慢增加深蹲的次数和深度。一般建议每次饭后做2到3组深蹲，每组大约10下。如果刚开始做不到也没关系，可以早中晚少量多次累积。随着肌力增强，你会发现深蹲越来越轻松，甚至可以尝试加大难度，比如手上拿点小哑铃增加负重等等。不过对大多数中老年人，能稳定做到徒手深蹲就已经足够带来显著的健康收益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日本有位专攻糖尿病治疗的内科医生宇佐健启治，早在20多年前就研发推广了一套7秒深蹲运动疗法，风靡日本医界。他所倡导的其实和我们上面说的渐进式深蹲异曲同工，步骤就是5秒下蹲，2秒停留，然后起身，一共7秒。宇佐健医生建议1周进行2次7秒深蹲训练，每次做3组，每组10下即可。他的许多患者在持续数月后，健康指标得到明显改善。其中有一位70多岁女性，练习3个月后，原本将近200的空腹血糖降到了大约110多，
另一位60多岁的男性从肥胖变得精实，成功战胜了血糖失控的困扰。还有80多岁的长者，因为能稳定做深蹲，身体机能维持良好，不需要再依赖胰岛素注射。这些案例让医学界大为震撼。简单的深蹲让老人家不用吃药就把血糖稳住了，而且顺带减重，改善了胆固醇、血压等其他问题，效果堪比多种慢性病药物的总和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要你放弃医嘱自行停药，而是说明运动治疗的威力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。分享了这么多方法，可能有人会问，真的有效吗？其实上面每一招都来自专业医师的建议与临床观察。我们医疗团队中就有不少成功案例，例如有一位75岁的王奶奶，就是靠着饭后养肌运动，把失控的血糖拉了回来。王奶奶罹患糖尿病将近10年，一直只靠饮食控制，加上年纪大又不太爱运动，结果几年前开始出现糖尿病并发症，视力模糊，肾脏指数恶化。医生警告她恐怕得准备洗肾。老人家既害怕又无奈，觉得自己平时也有在散步运动，怎么还是难逃此劫。直到有一次，他在卫教课上听到了上述这些观念，原来光散步不够，还要在饭后重点锻炼肌肉。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王奶奶回家开始照着做。刚开始她连椅子扶着深蹲一下都站不起来，只能勉强做几下，坐着抬腿或者扶墙踮脚尖，动几分钟就喘得不行。但她没有灰心，休息一下接着做。每天饭后雷打不动练习10分钟，她还把孙子也拉来当小教练，陪着一起数数做动作。就这样过了3个月，王奶奶复查时的结果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。她的糖化血色素比3个月前下降了将近 1%， 肾功能指标也从持续恶化转为稳定。原本医生认为年底可能要洗肾的预测，如今延后了，她的肾脏状况明显好转。最开心的是王奶奶本人，她发现自己现在爬楼梯也不那么喘了，腿脚有力很多，连心情都变好了。这位75岁的奶奶用亲身经历证明，运动就是最好的良药。她笑称，早知道靠自己的腿就能治病，我当初就该更早开始动了。顺带说明，高血糖对肾脏的危害在糖尿病并发症中极为常见。持续的高血糖会损伤肾脏过滤血液的微血管，使得大量的葡萄糖、蛋白质等漏出尿液，尿蛋白阳性就是警讯。长此以往，肾小球硬化，肾功能衰退，最终可能走向洗肾。运动帮助控制血糖，等于从源头上减轻了肾脏负担。此外，运动还能降低血压，改善血脂，这些对于保护肾脏都大有益处。许多研究指出，规律运动的糖尿病患者发生肾病变的比例远低于久坐不动者。可见，养肌控糖真的是护肾的不二法门。这也是宽宽医师再三强调运动重要性的原因。他看过太多病人，只要愿意动起来，就改写了病程走向。不仅糖尿病稳定下来，肾脏也保住了。相信王奶奶的故事足以说明这一点。话虽如此，每个人的身体条件不同，制定运动计划时还是要量身调整。运动安全守则在此提醒几点。第一，开始任何新运动前，最好先咨询医师，特别是本身有心血管疾病或严重糖尿病并发症的人。第二，运动前后要监测血糖，若饭前血糖已高于250，或出现酮症迹象，如口中有丙酮味、极度口渴乏力，暂时不要运动，应先在医师指导下控制再说。血糖过低，低于110也不宜运动，先补充点心，以免低血糖发作。第三，运动时量力而为，不要求一次做到位，循序渐进非常重要。每周增加运动量不宜超过 10%。运动中如果感到头晕、心悸、胸闷或极度疲惫，应立刻停止，必要时检查血糖或就医。记住，安全是运动的前提，只有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持之以恒，运动才能真正成为你的良药。稍有不适就调整，多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，才能走得长远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国际医学界早有硬证据支持运动如药。例如，美国著名的糖尿病预防计划 DPP 研究，就将数千名糖尿病前期受试者分组，分别采取不同干预措施。结果发现，
经过平均3年的追踪，生活方式干预组透过饮食控制和运动，将体重减轻 7% 左右的发病率，比起服用降糖药物 Metformin 组降低了 58%， 比对照组降低了约 11%。也就是说，靠运动与饮食调整，就把一大半即将罹患糖尿病的人拉回了健康路。这项研究轰动一时，让全世界的医学界都重新审视运动医疗的力量。实际临床中，类似的故事不胜枚举。很多原本血糖控制不佳，每天要吃一大把药，甚至施打胰岛素的患者，开始规律运动一段时间后，血糖曲线逐渐平稳，所需药物剂量降低，有些甚至逆转了糖尿病。也有不少糖尿病前期的人，凭借运动和饮食调控，把血糖从临界值拉回正常范围，成功阻止了糖尿病的发生。这些鲜活的案例都证明了一件事：运动不是万灵丹，却往往胜似万灵丹。只要肯持之以恒的动起来，身体一定会给你惊喜。最后，我们把要点总结一下，想靠运动把血糖控制好，有3个关键原则。第一，动得早，饭后就动，别等血糖飙起来才想补救。第二，动得巧，善用微运动和肌力训练，专攻大肌群，以肌耗糖而非只追求步数。第三，动得持久，贵在恒心，养成每天运动的习惯，长期才能看见显著成效。掌握这3点，你就抓住了运动控糖的秘诀。试想，几个月后的你，体重减轻了，腰围变细了，3高指标都下降了，医生在诊间惊喜地告诉你，你的血糖变好了。那时的你一定庆幸自己当初下定决心，从每天饭后动一动开始，改变了人生的健康轨迹。要知道，健康从来没有奇迹，唯一的奇迹就是长期坚持下来的好习惯。而现在正是培养这个习惯的最好时机。今日的每一小步都是明日的健康大跃进。让我们一起迈开腿，动起来，为未来的自己储蓄更多健康本钱。